Hello，大家好。加拿大央行行长最近表示，家庭、企业、政府必须适应更高的利率，金融体系也是如此。虽然近几个月来加拿大的通胀有所降温，但是通胀大部分缓解都是来自能源价格下跌，而核心通胀最近几个月仍在加剧。路透社近期调查的7位经济学家预估中值显示，加拿大扣除食品和能源成本核心通胀率在今年第4季度之前将维持在 3% 以上，这让加拿大央行提前降息的希望彻底破灭。在几周前，有些投资者还期待今年6月份将会转向降息，但是现在投资者押注利率将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稳定，甚至是会继续加息。加拿大央行最近也表示，准备在必要时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以恢复价格稳定。长期的高利率必然导致负债累累的加拿大人财务状况受到严重打击。疫情期间，加拿大人增加了创纪录的抵押贷款债务。加拿大抵押贷款周期相对又比较短，最长只有5年，而美国是30年。受住房市场拖累，加拿大的消费者现在正在缩减支出。加拿大统计局表示，由于消费者在商店、加油站等支出下降，2月份零售额下滑了 0.2% 至663亿加元。早期数据显示，3月份的下降幅度更大，大约为 1.4%。在物价上涨的同时，消费却在下降，这说明消费者正在勒紧裤腰带，可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会看到消费萎靡不振。金融机构监管办公室在最新的年度风险展望中表示，房地产市场是最大的金融风险来源，因为高利率可能会带来更高的违约率。他们预计整个2023年的房地产市场都会持续疲软。金融机构监管办公室现在已经在准备风险应对措施。在他们面临的所有风险中，贷款摊销期限延长可能是他们最担心的问题。截至第1季度，6大银行报告的借款人摊销期限持续增长。蒙特利尔银行大约1/3的住宅抵押贷款摊销期限现在已经超过30年。道明银行大约有 27% 的住宅抵押贷款摊销期限超过了35年。而且在一般情况下，这些延长摊销期限的抵押贷款下一次续约的时候都要恢复到正常的摊销期限，这样的话就会转化为更高的月供还款额度。这种借贷成本的急剧增长势必会给金融系统带来重大风险，因此它是金融监管机构办公室最棘手的问题之一。还有一个问题不容忽视，那就是加拿大3大抵押贷款保险公司的财务披露显示，过去1年房价下跌导致越来越多的借款人的欠款已经超过了他们的房屋价值，这导致抵押贷款保险公司的风险加剧。贷款金额和抵押品价值之比叫做贷款价值比，这一比率越高，借款人违约的风险就越大。他们一旦违约，抵押贷款保险公司就要赔付银行损失。金融监管机构认为，如果贷款价值比超过了 75%， 也就是房主的欠款超过了房屋价值的3/4，这些贷款将处于违约的高风险之中。现在问题是，保险公司报告说，贷款价值比超过 75% 的抵押贷款现在越来越多，甚至有很多贷款价值比都超过了 100%， 也就是房主所欠的贷款已经超过了他们房产的实际价值。这也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水下抵押。加拿大担保抵押贷款保险公司的披露显示，去年第4季度水下抵押贷款的比例同比增长了6倍多，达到近40亿加元，这占到个人未偿还有保险抵押贷款的 5%。 另外2家保险公司也报告称，他们2022年贷款价值比超过 95% 的贷款比例翻了一番，这大约代表了50亿加元有保险未偿抵押贷款。这3家保险公司承保的高风险抵押贷款就高达近100亿加元。还有就是史无前例的超低利率疯狂推动了浮动利率抵押贷款的需求，这也是目前加拿大最高的金融风险之一。现在浮动利率抵押贷款约占未偿还抵押贷款债务总额的1/3。在疫情之前的2019年底，浮动利率抵押贷款只能占到抵押贷款总额的1/5左右。随着利率上升，今年2月份浮动利率贷款环比下降了 31%， 新增贷款仅为 23.8 亿加元，与去年同比下降了 87%， 这是自2020年2月以来浮动利率贷款的最低水平。而去年同期 55% 的新贷款都选择了浮动利率。
现在借款人正在放弃5年固定利率和浮动抵押贷款，选择1至2年这种短期的固定利率，浮动利率抵押贷款的比例也下降到今天的 25%。由于加拿大面临诸多的金融风险，这让很多做空机构看到了赚钱机会。现在道明银行的空头押注已经攀升至61亿美元，比之前增长了 45%。如果今年房产市场的春季传统旺季能看到非常繁荣的市场，而且那些对高利率承受能力较差的高杠杆投资者又能果断的高位套现离场，那么加拿大的金融风险则会大大降低。但是截止目前，今年的传统旺季已经过去了近2/3。虽然经济们都很卖力，但是仍未烘托起房产市场牛市，也没有看到央行所期望的那种高杠杆争先恐后离场的局面。现在即使是房产市场利益相关机构也不看好今年的房产市场。比如加拿大房产经济协会预计，今年年底房屋的平均价格将会比2022年下跌 4.8%。旺季不旺的主要原因是现在房价太高，已经严重脱离了经济基本面，超过了加拿大人的负担能力，而且利率也很高。因为利率很高，报告显示，虽然房价在去年3月份达到了历史高位，但今年3月份人们需要更高的年收入才能买得起房子。比如多伦多的购房者所需的年收入比去年增加了6250加元，现在他们的年收入必须达到217000加元才能买得起房子。其他大部分地区的购房者所需的年收入都比去年增长了。现在卖房的人少，买房的人更少，这导致房产的流动性大不如从前，想卖一个好的价格就更困难了。过去人们都指望新移民过来接盘，现在虽然新移民人口大幅增加，但是他们的口袋却捂得很紧。像过去那种人们害怕错过好的买房时机的恐慌也完全看不见了。其实这一点都不难理解，看看美加边境，美国和加拿大房价的差距，就会发现加拿大的房价近些年来越来越像杀猪盘了。因为加拿大央行总在加息问题上优柔寡断，这导致高通胀变成了一个长期问题，所以这次房产市场调整的周期也会比我们预期的要长得多。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而且没有任何悬念，那就是6月份房产市场会开始转变，这也是我一如既往的观点。至于这次房产市场的调整周期会有多久，还要看后续央行的行动。以上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内容，谢谢观看，再见。